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 DeepSeek R1这个模型怎么用到知识库上。知识库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训练数据，就有些东西呢，你在网上直接跟这些 AI 大模型聊的话，投喂数据的效率不够高，不是私有的这种状态，各方面会受到限制。那我们这回呢，就是你有很多，比方说你公司的一些数据，自己个人的一些资料，让 AI 帮你去做分析、做整理、做再创作。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装 DeFi。DeFi 的话，我个人建议就是云服务器上来装这个东西，不光是接你本地的，你还可以接很多 API， 会自由度更高一点。如果你在本地搭建这个 DeFi 的话，可能有些 API 连通性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这边呢分了两种，一种是手动搭建，就是这么多命令，其实它是拿 Docker Compose 来做搭建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直接运行科技蓝的这个一键脚本，复制这行命令直接去安装，这个可能就会更小白一点，更简单一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徕卡云的服务器，我用的是香港的，他家呢香港、美国、韩国，这是他们主营的一个业务。韩国值得说一下是双 ISP 的啊，就是原生 IP 的来运行脚本。我也懒得输命令装了，复制一下啊，右键进来。好，我们选择11，选择58 DeFi， 直接安装。官方的一个搭建方法啊，我只是集成在我的脚本里了。它其中还包含数据库 API， 这是一个很全的 Docker Compose 编排。这样的就已经全部下载好。部署完以后呢，直接点这个，先是创建一个管理员账号，我们输入一个邮箱，然后给它一个用户名，给它一个密码，然后点击下一步。好，我们再输入一下刚才的，然后点击确定。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右上角这边选择设置，然后我们选择模型，这块呢有超多的这种模型你可以接入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布在云服务器上，就是这点好处，它可以对接这种 API 啊。我们这边呢就选择欧拉玛，待会儿我们会去用到它。然后你把它点开，到这一步大家就先保留这个状态。我们去创建一个欧拉玛的 DeepSeek R1的大模型来接入进来。首先呢去下载这个 Python， 下载最新的一个版本，在这块然后你点击下载就可以了。Git 这个也要下，对，选择下这个。好，再往下呢，才会下到我们这个欧拉玛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仓库平台。这个平台里不光有 DeepSeek， 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开源的，所以在这个网站去下，它是有这么多版本的。我们选择 Windows 的版本进行下载。好了，这三个我们的环境组件都下载好以后呢，我们先装 Python， 尤其搞人工智能的不管是 AI 绘画、文生图、文生视频，还是大语言模型的文字生成都是会用到，是已经装过了，所以我就 update 一下。第一次安装的话，下面那两个选项一定要勾选。当然，对于 Linux 来讲，这些可能都已经集成在我们的 Linux 发行版的系统里了Windows 的话就让你自己手动下载安装。有些小伙伴呢跑 AI 的时候呢不用 GPU， 那很大的一个成分没有像这种对应的依赖。我们的 Git 也让它安装一下， Git 就是无脑的下一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装欧拉玛。欧拉玛也是非常简单的，这边 install 直接就可以安装，它就开始读条。欧拉玛装完以后呢，它会开机自启，我给大家看一下。对，这块有个启动程序，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欧拉玛，我现在是禁用掉的，它默认是已启用。这个开关与否呢，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觉得安全性的考虑我有资源上占用的考虑那你就可以把它先禁用掉，你等需要的时候你再开启这样的话我们的11434这个端口才会有欧拉玛这个程序。然后我们的欧拉玛装好以后呢，它那个窗口就自动弹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块欧拉玛就已经启动了，选择管理员终端PowerShell 这边呢，你就可以运行欧拉玛的程序来去下载我们的 DeepSeek R1的最新版大模型。这个是标准版，一般大家 4G 的内存就够用了。粘贴进来，回车，它就会去拉取。如果你本机已经有的话，它会启动；如果没有的话，它就像这样的，它就会去拉取。你一好它就直接跑我的 GPU 了。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的去问它啊。随着你底层架构的稳健，它这种模型在你本机跑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尤其这种标准版。当然，这样的现在远远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交互方式。那我们需要把它接入到 Define 啊，在接入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刚才点进去的是这个分支，这边呢我们需要放行一个变量，同样是在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 的这个命令都可以。我要放行我11434给所有的进行访问，让内网服务可以互通。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只有你自己本机能跑欧拉玛，我本机是可以跑这个11434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这样的操作一下操作成功以后呢，重新启动你的电脑，你的内网其他设备就能访问了。这一步是为了让我们能通过 FRP 内网穿透到公网去用这个欧拉玛。我们还要再操作一步，我们需要再下载另外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一个嵌入式文本的向量分割模型，也是我们待会儿那个 Define 要用到的一个模型。所以依然在这个状态下，欧拉玛 pull 就是有点像我们 Docker 的命令pull 一个镜像下来，下载好以后你就先亮着。已经可以内网访问的11434这个端口暴露到我们的云服务器上。在徕卡云这边呢，我们需要安装服务端，我们输入 key 选择1155，这边选择1，让它去安装我们的服务端。服务端安装好以后会给我们一个 IP 和一个 key这个我们保留一下。然后我们在我们虚拟的 Linux 加宽没有公网 IP 的机器上选择1156，我们不用选择55了，56是客户端。然后安装，我们把这个复制进来，回车把这个复制进来，这两个是必要的。去开始下载，好，它就完成了部署。添加一个内网服务你可以直接叫 DeepSeek 吧，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起。接下来呢，我们 TCP 4级主机我们就一路回车。接下来我们选择内网的11434，我们欧拉玛的那个端口。外网你可以随便11456，为什么不要11434呢？因为会被那种恶意的嗅探小子们佛法来给你直接锁定端口。这个大面积的小伙伴如果暴露在公网上，都会被人家窃取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就可以把它改成另外一个端口。我们点回车，那现在这边有了，对不对？我们看这边已经连上没连上，我们刷新一下00。好，我们的11456来了，我们的欧拉玛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如果你想把它反带成域名的话，这样的会更安全。只需要在这边选择5允许它被访问。对，这个域名是解析过的域名。回车，我们给它端口就是11456，应该解析过了。我解析的应该是一个泛域名。好解析过的，点击，大家可以发现我这边用域名的方式也可以去访问了回到 Define 来，我们在设置里头，模型里头选择欧拉玛，把这个基础 URL 就复制我们这个我们刚才域名解析的，看到了吧镜像的名称你怎么拉取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好，那我们把它复制过来，不知道行不行，我之前都用 IP 加端口的，弄成域名了应该也可以点击保存。OK， 成功了。我们再添加一个模型，最后我们把嵌入式的也加进来，好吧 URL 我们也得要。我们这个模型名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镜像名，我们刚才用的向量的用的这个，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这个是我们向量的镜像的模型名。好复制进来。 OK， 这样的问题也不大，两个模型我们都已经加好了。对，我们创建一个工作区，点击这个，你也可以直接创建人家帮你整理好的这么多模板大家可以去用。你可以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你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它有各式各样的类工作流的这种，就帮你完成一系列的操作的，被他们称之为智能体。那我们就创建一个空白的，这边选择最基础的这一款我们只让它能实现一些聊天，能帮我们训练一些数据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后期的话我们会慢慢接触什么工作流，网上更进阶的玩的更溜的那些描述不用填了我们选第一个，点击保存。我们进到这边，我们就可以问他你好它其实就调用我们本地的这个大模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显存已经开始占了
那到这一步我们差不多已经可以跟它调通了，接下来我们去添加一些知识库。我们在这边上下文把知识库加一下，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以后呢，这边你可以全部默认啊，这边看着挺复杂的，你可以全部默认。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刚才那个向量模型了。如果你向量模型没有添加的话，它会到经济型这块。你这边加好以后呢，我们就全部默认就可以了啊，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不用调。点击保存，它就去帮我们分割。因为大模型要完全理解你全文的话，代价很大，所以它就分片了啊。这个向量模型它其实就是给你做分片用的。好，我们去查看一下，这边呢变成可用，你就可以用了。我们上下文这边就可以添加了。给它提示词就是说介绍游戏设计、发布、更新，我们可以试一下。它这边会有分析，竟然是一个模拟经营类游戏，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是什么类型。它这边会检索上下文，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它好像这个 DeFi 更新了，支持 DeepSeek 的这种思考模式，这边要不断的训练它，文档里的一些名词它都能帮你整理出来当时想的世界观很庞大的，还有什么昼夜系统，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还有很多进阶的，你可以拿去做你的业务生产企业级的这种去使用这个工作摘要、工作流你可以点开，你也可以导入进来。现在的流行的就是什么各种工作流，你看这个让我想起了 AI 绘画的那个 Conf UI， 这些好像本质都是以工作流的这种形式出现的，需要配置这些呢，我还没有详细的去研究，但是 DeFi 远远不止我们刚才能做的就是检索你的提供的一些资料训练，它还包括很多更复杂的业务，所以 DeFi 已经发展到本地知识库的一个主流的存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本地部署我们私有化知识库训练数据的解决方案。随着我们慢慢了解，我们再逐渐深入跟大家继续分享吧。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